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殊的显卡，估计大家都没有见过啊，这是 ROG 猛禽4090猫头鹰特别版啊。这个当然，华硕本家呢是没有这个产品的啊，这是用一张猛禽的4090的 PCB， 然后加了一个猫头鹰的散热器呢拼合而来的啊，是个缝合怪，确实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罕见。这个研究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个真正的华硕本家的那个猫头鹰版，它是用 TOF 的那个电路板做出来的，而猛禽的这张电路板呢，它的这个电感电容啊，配的是比这个 TOF 要高的。你看这里啊，都是满配啊 ，TOF 这里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是缺几个的。目前看啊，这个散热器啊，简单的已经固定到了这个电路板上了。当然，它这个螺丝没有锁紧啊，也没有贴任何的垫片和这个中间的硅脂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能进行测试啊。就目前看可能问题不大，但我们只能是给它换好之后再进行测试了。到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猫头鹰的散热器加上猛禽4090，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如何，能不能压住这个卡？会不会比猛禽自带的那个散热器好啊？当然，我觉得静音可能好一些，这个散热效果还真说不定。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给它拆开，我们给它加上垫片和硅脂，我们再来看看效果。这不会是买了一张全新的猛禽4090，然后直接给拆了换成猫头鹰吧？这确实是一张猛禽4090，这大电感，哦，它这个风扇插座呢，还是和 TOF 上是不太一样的。TOF 呢是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6针的插座来插这个风扇的这根线，但是猛禽上面这个朝这边的啊，一会儿就是把这根线得接到这个上面或者这个上面，我认为是一样的啊，一个7针的插座。哦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背板给它拆下来啊。卡主的意思呢，就是背面呢它也没有垫片了，因为背板也换成这个猫头鹰版的这个背板了嘛。这么小的电路板啊，这怪不得英伟达的业绩连创新高呢。这玩意儿卖2万多块钱这块电路板哦，当然还有这些配套啊。哦，你看猛禽原厂它的导热垫片用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啊，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 MOS 管的背面，它也贴了垫片的。但这个好像就贴不太上了，因为那个位置大概在这儿了。这是贴了一层这种类似于隔热膜或者是绝缘的一个麦拉片的一种东西，那这就不太好贴了呀。贴上可能更多的是支撑作用，我觉着啊。好，我们先把背面给它换上。这0.5的垫片它都有一层这个纱瓦，但是华硕原厂的这个也一样，也都有的啊。它在里头嵌着一层瓦。这个位置往这儿贴就瞄不准了，我们给它贴到电路板上啊。我们各贴一派，就是参考原厂的这个。你这个位置镂空了，没办法了。然后原厂的猛禽应该是中间核心背面也贴了一大片，但这个也镂空了啊，也不能贴了，只能是在这2个位置再加强一下固定为主吧。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合上这个背板了。电路板清洁一下，这个兄弟用的硅脂蓝色的啊，很像这个淘系的5288。你说的这个5288，之前群里头还有人反馈的啊，它在零下70度的时候它也没有凝固啊，我们也没有这个测试条件，没测过。根据网上的信息啊和这个买家反馈的厚度数据啊，看这个图片啊，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就按照这个数据呢来进行测试。毕竟是个4090啊，显存部分呢，我们用了这个 US1200啊来做显存部分来使用。其实我个人在显存这个垫片上，还是推荐大家用这种条状的，那种块状的呢，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当然老手都无所谓啊。新手朋友他可能在安的时候，哎，不小心把其中有一颗安扁了，然后只要有一颗接触不良，然后它温度就会异常。说实话，正好没有这个
1.25的垫片了，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莱尔德的 TF600，然后来压这2排的电感。这个电感上，其实你像在4090公版上，它都是裸奔的啊，但这个一定要压住，因为好多显卡都说这个有消叫，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电感的震动导致的啊。你用一个垫片给它压住，然后它的消叫的劲儿呢就会小很多。好，最后我们再给这个核心上一块这个7950。哎，这排导热垫贴的有点尴尬了啊，只有这个边儿能搭上。哎，唯一的不足就是这排垫片很突兀啊，但是也未尝不是一个减震的方式哈。这上面铺一层毯子，这个震动可能就小一点啊。装到这儿之后啊，发现之前他们的那个垫片的数据在这个组合上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一个小地方有问题，就这里。它这儿上贴的2.25的垫片其实是悬空的，这上面没有东西，悬空的，接触不到这个猫头鹰的散热器啊，中间有缝，我们还是再给它改刀一下，再来一次。正好我们可以检验一下我们所有的垫片的压痕，看看它们是不是正常。哎呀，这边这个显存是没有压上的，完全没有压痕。你看这边的显存还是有这个，你看压出来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印儿，并且这个核心这儿也是，你看它右边这块压好了，左边这块压的并不好，那就是这个垫片太厚了，太硬了导致的。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这是个 LV800 非常软，这个600按说也非常软的垫片，你这抠的小胶泥一样的也不行，或者说是这个接触面积太大了，这么大一片哦。那我们再想想办法把这条给它换掉。好，我们还是找来了2片1.25的这种软垫片啊，这是泰迪诺的 LV800，超软的可能才能适配，但凡有点不软，它就贴合不上了。你这种刚才那种情况装好的话，肯定这个显存温度高，然后这边显存没贴好嘛。然后我们给这边的导热垫呢再稍微整容，给它挤厚一点。啊，最后是这几个小垫片啊，你看这个这边是可以接触上的，然后它原厂这儿散热器这焊了个墩儿，然后这个位置其实肯定是和这个显卡是不太匹配的啊，不太匹配的。这个散热器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这个位置是贴合不上的，垫片要加厚。好，大概就是这个结果啊。最终的话，这4个位置是捏厚了的，然后这4个电感用的是2.25的。像圆片我们就不换了啊，这儿正好有一块拼上去是正好的。不要先把这边拧紧啊，也有可能刚才拧把这边翘起来了。轻轻的压一下就行了，不能使劲摁啊。虽然不是很美观啊，但是这块现在的贴合都没问题了。好，按完了之后，这边的线是这样的，要拐个弯从这边插进去。这个没有好的办法了。实话，这头它这个固定方式啊，就并不是很稳啊。将来有机会再收一个这个猫头鹰的挡板换上去就完美了。好，那么我们就给它拼装完成了，我们就给它上机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好，我们给它简单测试一下，走。好，那么这个显卡我们就不往下测了啊。经过了这个10分钟的测试之后呢，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25度，核心温度呢只有61度、60度、62度。热点温度呢70度、72度，大概就是高了10度，正常范围，说明我们这个贴合做的还是很好的。显存温度呢只有60到62度，它在波动。最关键的是这个风扇转速只有32%，1050转。就是在烤甜甜圈，虽然说这个甜甜圈不能把4090的功率都发挥出来，只有350瓦左右，300瓦到350瓦，它在波动。但是这个风扇转速真的是太低了啊，并且非常的安静，几乎听不见什么噪音。你不烤机的时候，它这个转速呢只有
500转啊。当然，我们现在测了半截，我才看见我们用的是这个 Q mode，就是 Quiet 静音模式。一会儿我们稍等一下，把它再切到那个 P 模式上，看看这个转速能不能再稍微高一点啊。这个转速太低了。好，下面我们再给它切一个 P mode 啊，可能是 Performance 的意思吧。功率模式，我们看看温度表现如何。好，这个 P mode 呢跑了也有几分钟了，我们就不测了啊。目前看的话，就是风扇转速高了6%，大概200转多一点点啊。转速高了200转，对于这个风扇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感觉啊。因为甜甜圈本身这个东西也比较小嘛，测4090各方面的性能也测不全。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就不再做更多的测试了。通过这个热点温度和核心温度的温度差和显存温度，简单推算的话，我们的贴合应该是做的没有问题的啊，至少这几个关键部件是没有问题的，说明这个猫头鹰的散热器和这个猛禽的4090还真凑一块儿去了。那今天这个真 DIY 啊，感觉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准备拆这卡的时候啊，一摸这个背面，哇，非常的烫手啊，说明这个背面的垫片呢还是多少有点作用的啊。